嘿，大家伙儿早喽！2月19号星期三清晨，今天有点晚，今天都5点41了，我们5点45集合。今天是周三，大人的早训练。今天大家的课表是一个6公里的阈值，然后差不多6点1刻左右有观众还要偶遇，到时候我们在一起慢跑一下。这周我已经开始减量了，就是比赛前这一周，每个人的逻辑其实不一样，每个人的习惯也不一样，就按照自己的习惯来就好。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我还有最后的4天比赛，因为比赛是周一。春季的赛季马上来了，紧接着好多的比赛，下周的东京，对吧？然后再往后有无锡等等。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一周我的准备，还有未来这一天，还有这一次大阪马拉松我的规划，还有和之前备赛的变化，好吗？就是最近这半年的心得体会。那咱们先去集合，一会儿聊。小伙伴们看，一位从宜兴来的先生，一位从无锡来的先生，一位刚从印度回来的先生。大黑先生太厉害了，昨天下午下的飞机，今天早上又出现了，有4个小时时差。现在印度刚刚凌晨，对不对？对。怎么样？大阪比你们家乡冷吧？对。这2天这个寒流了，还没好呢。现在印度白天25度。那回来应该感觉特别冷。好热呀！对啊，我昨天看天气预报，下周一的。哎，你们2个跑大阪吗？我跑的，你跑就是来跑大阪。不过我是昨天到大阪，然后前2天我跑了京都马拉松。啊，那你俩不是都跑了吗？我跑京都呀，我跑京都马拉松。啊，你跑了多少？京都马拉松跑了3小时42。那挺好的。很好。啊，京都马拉松现在太贵了。你哪个区？我 C 区的。哦，我 B 区。你多少？他那个坡304。哦。可以。他那个前15公里那个坡不断，就是连绵不断。是吗？对。我没跑过京都。我俩的目标呢是想跑个330以内，但是没跑成。大阪怎么样？想出成绩？对。大阪我是想跑进3小时30以内。大阪赛道不错，但是天气不好。还可以，我觉得挺好的。京都那天天气很好，非常好。起跑5度。大阪比赛那天应该跟今天差不多。已经和小伙伴们还有来见面的观众分开了，然后中途还偶遇了另外一位，也是来跑大阪马拉松的。再预告一下，周六周日都是早晨8点半在烘焙店，周六是4.5公里，周日是3.5公里。今年大阪马拉松有不少的变化，除了赛道没变，博览会的地方也变了，然后赛前的存包什么的地方都变了，大家好好看官网还有手册就好。今天还是跑了6公里，本来想的是跑3公里，后来跑起来以后，因为我跟了一组4分配速的小伙伴们，然后跑起来以后，我感觉跑完3公里效果不明显，应该是最后要把配速加到比赛配速，所以呢，我就想又跟了一个3公里，第2个3公里就开始稍微有一点加速，加到3分52，然后最后的1公里多，我自己跑进了比赛配速，应该是我和本田先生，最后3分30多收尾。快走！快走！像这种就是跑到这个配速感受一下身体，因为昨天我还发动态，我感觉这个大阪半马之后，状态从一个巅峰有明显的下落，因为人就是这样，你总是一起一落，一起一落。当时大阪半马之后，我本来想的是春节会迎来一个状态的最低谷，然后回来就能往上走。但是春节像我们这种1年就回去这一次，所以各种的事情吊着你，然后等于提这一口气，就还是特亢奋那几天。之后等回来以后，就有点没精神，
不过这也可能是好消息，因为大阪半马之前我也觉得特别没精神，因为那时候不老说要过春节了，要过春节了，就什么都不想干。但是这次我的比赛准备跟之前完全不一样了，就现在对我来说，准备比赛已经不区分是不是目标赛事了，我可能真的慢慢的变成了我去年想变成的样子。我一直说我要向大河原先生学习，多报名比赛。对了，我报名了今年的函馆马拉松，6月底，大河原先生也去。未来的参赛计划是，下周一大阪，然后2周之后的琵琶湖，之后下个月的无锡，就是整1个月之后应该是，然后就是4月份我报名了一场大阪本地的70公里。就是去年4月份有一天早上起来，遇到一位观众，同时还看到了一场100公里比赛。那个比赛的70公里，那不是比赛，几乎那就是一个活动。然后就是6月份的函馆，今年争取把比赛报得满满的，多给大家拍拍日本各处的大比赛、小比赛。还有就是后天不出意外，因为明天我休息，后天会上线周末去看那个日本大学男女混合接力的节目，有惊喜也有遗憾，看的过程中，但是振奋人心。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就这1年多我对比赛准备，或者这2年多我对比赛准备的变化。我对比赛准备最过分带引号的过分的时候是取消那年的北马，2021年那年真的是高度的紧张，细节之前都分享过。然后之后呢比较平淡，因为之后就你有比赛你也没法提前准备。2023年可以说是混了1年，没有什么好成绩。因为生活巨大的变化，去年的大阪马拉松，我准备的就比较的紧张，就特别的想做到100%，想做到完美。但是去年大阪，最后的成绩还好，当时的状态也还好，而且当时因为遇到了那么一个相对极限的天气，所以给自己的心里放了个假，就觉得好像。没有天时地利。之后最过分的就是去年的神户那场比赛的准备，简直是天崩地裂，那太过分了。现在看起来觉得自己当时的状态不可理喻，心里也不行，身体也不行。你越想说我要怎么样，越没戏。而且我的判断是什么呢？就包括我现在，虽然我半马跑出了一个我自己之前都不敢想象的成绩，但是我觉得我现在也不可能就没有到游刃有余想能实现自己一个小目标的水平，所以就不能像神户那样去做。神户那次完了以后，我就发誓，我说我再也不要这样备赛了。然后好消息是呢，紧接着的东京半马我生病了，东京半马生病以后，让我放弃了一场比赛，随便跑了一场，我体会到了这么比赛的快乐。紧接着就是奈良和台北，这2场更是轻松惬意，而且我好像发现了自己的潜力。为什么呢？就是我这么跑还能跑2小时50出头的成绩，而且关键是呢，我跑这成绩最后我一点都不累，还是背靠背，还能冲刺，而且冲刺完了我也不累。我觉得好像没有必要为了那2分钟牺牲前面的2个礼拜。之前我比赛基本上前2周就废了，而且我也咨询大河原先生，他也是就很正常去参赛，不管是不是目标赛事。所以我就暗下决心，所以这次的大阪的备赛虽然还是会有一些小紧张，因为毕竟它是一42公里，就跟你面对一个
长距离强度课一样。但是我这次没有做赛前饮食的调整，就打算最后2天多吃点儿，然后训练上只做了减量，也没有做别的，而且减量减得还挺开心，因为一减量就不累了，但是还是会有一些小影响。我快到家了，我看看啊，多少距离了，停表，不管多少距离了，今天跑了不到15公里。加起来，今天这个训练我都没有重新开表。以往的周3的训练，我都热身到那以后就停表，然后重新开。所以这次的大阪是一个折中的准备，就是既认真又轻松，就是这样。但是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些备赛的不一样的感觉，就是很多人也分享过，我也看过，就是你在减量的这一周，身体会莫名其妙的出一些带引号的小问题。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说清楚，就是你会觉得，哎，这平常不太可能发生的事儿，比方说今天突然跑这步，我觉得，哎，哪儿抻了一下，或者哎，明天我脚面扭了一下，后天哎，我这个好像没精神，要生病，或者是我哪儿开始疼，或者是呢，有小伙伴刚才见的小伙伴也在说，不是刚才见的，一发评论的小伙伴也在说，这比赛之前一减量吧，觉得一下就没有气势了，就没有劲头了。哎，这都会有的，我也会有的。就不光是像这场我相对的准备，像台北和奈良2场完全不准备的比赛也会有的，所以这都是很正常的。这是怎么说呢？好像叫身体的幻觉，然后身体的幻觉。所以不要想那些。我跟大家分享这个的意思就是，就像这周应该发布的会员节目也在说的是训练层面的，就是做自己的教练，不管是心理上的还是身体上的，去摸索自己。但是呢，大部分业余爱好者，或者说像我这种性格比较保守的、比较谨慎的人，都会倒不至于说走弯路，而是走的没有那么快。就我这些年，在各方面的好多坚持其实是有些过度的，导致有些时候呢，过犹不及。我做很多事儿都是一开始是对的，是好的，然后坚持努力到了一个程度以后呢，可能有些过分之后呢，就会给自己可能造成遗憾或者造成伤害。所以我总强调说，我做这个频道，我觉得最大的价值就是把自己走过的这些路、这些经验分享给大家，这些经历分享给大家，让大家说，好像我现在处于某一个时期，他经历过，他说如果再给他一次选择，可能不会这样。哎，这就是我觉得我的价值所在。所以这次大阪马拉松就是这样，你看你未来的比赛一多，你的叫什么压力、机会、挑战都是并存的。我一年如果跑10多场比赛，那真的就无所谓，总有一场适合我，对吧？总有一场有好的状态和运气。就像这次大阪半马，我现在想都跟做梦似的。你让我再跑一次，我估计我跑不了这个速度，真的跟做梦似的，不知道为什么。行吧，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所以我们还是周末的早餐跑见，好吗？那就这么着，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健康平安。来大阪跑比赛的小伙伴们，这2天又降温了，注意安全，注意身体，好吗？咱们明天休息了，后天再见。